好，大家好，欢迎来到国际商学院。今天呢，来跟大家谈谈整个国际通证交易中心的一些合作方案啊。很多人都在问啊，教授这个东西这么好啊，那我们怎么开展工作啊？我们怎么来合作啊？哈，首先先请大家原谅一下啊，教授最近真的是特别的忙，特别的累哈，所以就没有梳妆打扮换衣服给大家录制视频啊。但是也希望哈，通过这个闲暇之余啊，给大家录制的视频哈，大家能够用心的去听哈。那既然大家提出来了哈，提前来问到这个问题了，因为本来我们的想法好是希望大家能够在学习以后，真正的深入了解以后，然后再来慢慢的去开展市场上的一些相关工作。不过呢，通过我们上回在这个马来西亚吉隆坡啊的这个中心这边啊，我们也举行了很多次的这个交流会啊。举行了一个专家交流会，然后举行了一个市场人员的沟通会，感觉整体的这个方案商学院所出具的这些方案大家还是比较认可的。其中当然包括一些律师啦、财会师啦、等等之类的专业机构的负责人，以及一些相关的专家。那当然也接触到了企业家，也接触到了现在正在从事同行类型的这一些伙伴们，大家也比较认可。好，那既然大家问到了合作方案，那今天就废话不多说，我们来谈谈怎么来跟商学院还有跟我们的机构来进行合作。好，我们就来一起谈谈关于整个市场合作方案的一些相关介绍吧。通过最短的时间，不过这堂课应该短不了，因为涉及的方方面面也会比较多所以大家耐心的去听吧，或者是你可以快转到你想听的一些片段当中，但我还是建议你把它听完不管你是处于什么样的角色，好吧？那关于什么叫做通证那通证这个部分呢，大家可以去看看前面的课程。里面有详细的一些概述讲解，好吧？好，那今天我们要通过4个片段4个章节来跟大家介绍一下。没办法，习惯了就用章节这种方式来跟大家做讲解，应该会比较好一点。好，这样的话就可以分片段来了解所有的相关业务。好，那当然今天的4个章节当中呢，第一个章节先来认识一下我们。第二个呢，来了解一下相关的业务；第3个呢，来看看什么样的条件、什么样的合作；第4个，我们来算算你的获益部分首先进到我们的第一个章节，来一起认识我们。整个这个项目的严格我们基本上是从2012年开始了这个项目在2012年的时候，其实那时候只是属于一个课题发起跟一个课题的落地的一个过程。当时呢，我们就通过了很多的相关专家以及很多的同行的，包含很多对于产权类型的这一些事务的改革跟权证，包含这个通证这个是后续改的名字所以叫成权证，叫成通证。其实真正要处理的是一个产权的问题那当然，对于整个产权，在当年我们在做这个落地的时候，也沟通过了很多不同的方案那当然也听取了很多的专家的意见，最终呢统一做了一个论证以后呢，我们就决定要落地来处理这些相关的项目的发展跟继续的科研。这其中呢，从2014年开始国际商学院呢就正式的在香港登记成立，并且呢也开启了相关课题的一些相关的研究包含推广教学那当然其中也包括了这个国际产权、产业规划以及反欺诈研究院、金融安全研究院等等的一些子机构的成立。好，那在14年开始以后呢，分别就由不同的专家教授们来做这些相应的这个项目的推广跟教学。到了2017年，我们也协助了很多的合作伙伴，同时呢也受到相关政府以及相关的机构的支持。2017年我们在全球各地呢
的跟一些合作伙伴就落地成立了香港国际这样的一个品牌，包含在马来西亚、在台湾、在香港，包含在加拿大，在美国，我们都成立了香港国际某某公司、香港国际某某机构、香港国际什么什么什么很多的机构。但是呢，由于这期间当中发生了很多因为教授是做学术，大家都很明白教授也不懂得做生意，所以呢，对于生意上的一些把控说实话还是比较弱的。他从那刻开始下定决心就要学习商业学习怎么来合作，学习怎么来制衡等等之类的。我们也请了很多的市场专家来共同参与这样的一个事情。所以呢，在当时整个机构的发展还是挺好。等一下我们会来回顾一下过去的一些发展情况，一直到了2019年那整个学院呢的 IT 部分跟技术部门就致力于区块链以及产权的技术的落地跟实施的研究那么取得了一些重大的突破这其中包含 RSA 的512研究的加密方式，包含当今的一些这个交易流通包含一些交易的一些加密部分等等之类的，包含当年比较火的这个 NFT 的落地溯源等等之类的一些相关技术的融合来进行这个落地。从那一刻开始呢，整个国际商学院呢就全面的退居到了幕后，在专心的进行科研的这个领域。同时也继续的去协助一些当年跟我们一起合作的一些合作伙伴来帮助他们继续的去运营所有的这个体系。但是呢，在了2020年的时候就2020年的时候这个疫情就爆发了。当然了，很多人都让这个疫情背锅，那没关系，我们的合作伙伴也是让疫情背了锅。好，那这样的话，包含中间有发生的一些事情这个找机会会来跟大家做详述在课程当中我就不详细的做说明，好吧？以防有任何的这个不好的言语发生这也不是我们作为一个学者应该说的话，我们就不提它了。好，那到了2022年基本上这个疫情也全球都陆续的开放了，也得到了一些的控制，包含一些商业慢慢复苏了。但这个时候呢，发现疫情背不了锅了，这些合作伙伴呢也就显形了所以呢，我们最终决定呢就终止合作。我们重新的落地，重新的改革，重新的做了一些解决方案。那么国际商学院呢就伙同了相关的伙伴，我们打算重新开始，打算重新带着我们的技术、我们的学术、我们的项目来重新开始。所以呢，我们也重新在马来西亚重新落地，包含台湾、香港我们成立了相关的机构来独立相关的这个科研成果并且也正式的重新在今年，也就是2023年，在马来西亚重新注册的一家企业叫做国际通证交易中心，并且呢，我们也保留了唯一一家的香港国际有限公司在台湾来继续进行所有的相关配套的实施。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目前在整个马来西亚注册的一家企业叫做International Link Pass Trading Center， 就是国际通证交易中心落地了这家企业以后呢，我们决定利用这家企业呢，来按照这个不同的阶段性，按部就班来帮助企业去完成，帮助他们去实施一些相关的进展跟发展。这是我们在香港的一个license 吧，一个资格吧本来呢，我们旗下大家可以看右手边我们旗下有2家企业，一家叫做香港金融安全研究院，一家叫做香港反欺诈研究院这2家已经被我们合并到了国际商学院旗下因为原来注册的是商学院的证照，后来呢升格为这个商学校就是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chools 我们增加了一个学校的名词当然我们就把旗下的2个机构呢，节省成本的方式下，把它并入到了我们的国际商学院的这个学校里面来
我们打算来实施更好的一些教育的一个步骤。这个是我们在美国的2家机构哈，现在有证照，但是没有去实施，也没有启动哈，因为碍于很多成本问题，我们一个小小的学术机构也没有办法去承担这么大的一个事务，但并不代表这2个证照资格未来不会启用。好，一家是我们在美国的 Fox Bank， 就是福克斯银行哈，一个是 USD King 交易中心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好，最后一家呢是我们在台湾一直保留下来的哈，这么多年一直保留下来，没有变更、没有使用、没有卖掉的一个母公司吧，叫做香港国际有限公司。这家公司呢，我要特别注意，跟大家特别讲解一下哈。这个公司大家会发现哈，有2个部分哈，一个是这个公证业哈，公证业主要呢是要作为未来一些公证事务的流通，包含这个网络认证服务业哈。既然叫做 Link Pass， 大家要先熟悉一下什么叫 Link Pass 的含义是什么。Link 大家都知道是个链接的概念哈，不管从互联网或从实体上的一个概念来解释的话，它叫做链接啊，把大家链在一起啊，技术上也是链在一起，一条链子上的。好，这个链又能代表供应链、销售链、运营链等等之类的所有的链。Pass 是什么 ？Passport Pass 合格。所以它对于整个网络上的连接证书的保障，以及私下的、线下的这种实体上的证书保障，都是由这个公证业以及网络认证服务业来完成的。那当然，其中你也会发现有第三方支付服务业，这个都后续要来讲的。等一下我后面会来大概提一下，好吧？这是关于整个证照的部分。那怎么来证明说我们已经很长时间在做这个事的？大家可以发现现在的教授还比较胖一点，但是你会发现整个开始到运营过程到推广过程，你会发现从最早期的产权，一直到了这个权证的推广，一直到现在的通证，你会发现跟这些名人的合影，教授从胖瘦当然18年教授生了一场病比较重所以当时就比较瘦。你会发现包含在马来西亚财政部的照片也都是比较瘦的在新加坡的一些合作伙伴的这个见证下还是比较瘦的包含当年左下角这个当年在这个香港取得相应的这个交易牌照的时候那时候还是比较还可以的那个脸色还是可以的。好，那大家会发现说，我们既然这么多年以来，我们都一直的在线下做一些推广服务跟一些相关的教学，那就意味着这个项目它不是今天才开始的，这是我们要证明的一个部分。好，接着我们来了解一下整个国际通证的一些相关的业务好，我们一起来进入我们的业务了解模式当中。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业务其实我们的整体业务就分为3个部分但是呢一个主题就是我们要成为企业家强而有力的后盾。好，我们要成为强而有力的企业家的后盾那当然企业的后盾呢无非就有3样东西是要解决的。一个，现代的企业你还没有系统在支持，这个企业会做得非常的累。什么叫做事半功倍？当然你要有很好的武器你要有很好的工具，才能够让我们的企业能够怎么样事半功倍的去发展属于它自己的未来嘛，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有一个强大的系统支持，我们先把它当成是一个工具，好不好？把它当成一个工具。第二项，企业家要具备的是什么？要有一些能力上的武装比如从学识上啦，从最新的市场情况分析啦，从营销啦，从市场啦，从整个资本运作的了解啦，从整个市场结构体系的了解啦，从整个股权结构上的了解啦。那这些能力的武装无非要有很多嘛包含你要有标准的专家来给你上课，给你辅导，来给你指导，我们要学习成长，这是一个过程。当然我们要有强而有力的一些相关的能力武装后盾，比如说要有律师
随时随地的来提醒你，来给你做风险控制，给你随时随地的做尽职调查。可能我们还要财会师，我们要财务规划师，我们要有什么很多的这些能力上的武装。对于一个企业或企业家来讲，这是必不可少的。大家听好，这是一个必不可少的啊。那第三个，所有的企业跟事业的区别是什么？企业只是就眼前我的发展可能在我这一代，我能从100块做到1万块，做到1000万，我有10万倍这个就是我一个企业的成长过程当中的一个成就而已啊。那你的下一代还能这样做吗？不见得。我们这个华人的老一辈都在讲一句不成文的俗语，叫做什么？富不过3代，穷不过3代，就是这个道理。那当然，如果做一份事业呢，大家去想一想，有哪一些事业是我们一直能够看到它持续下来的？比如大家可以看到的这个迪士尼这第一代的创始人，他们一直到现在迪士尼还存在，因为它有一定它的这个运行体制在里面嘛。当然，这里面涉及到它什么，我们就不在这里提了因为这涉及到一些专业的，欢迎来课程里面提啊。教授有空会跟大家讲讲这里面的细节，好不好？再来，整个机构在未来，你的资产、你的商品、你的一切的这些产权事务，都能够得以不断的流通、不断的循环、不断的流通、不断的循环的时候，这个事业是不是能够得以100年一代接一代的传承下去了？这已经不在乎所谓的家族或者情感的这个保留因素在里面。当然，我们的家族的成员在下一代的下一代或下一代，这些人都很认真，这些人他都愿意学习成长，他都符合这个事业本身发展主体的一个 leader 该承担的这个责任的时候跟能力的时候，当然了，我们可以接着一代一代让他去继承对吧？这个就是所谓的整个产权、商品，你的权益能够得以变成通证在进行交易流通不断的滚动的时候，这个事业体就能够不断的怎么样延伸下去所以就今天的业务模型来讲，我们只有做一件事，就是成为企业家最强的后盾，然后帮助企业家完成3件事情。第一，用系统来支持他，用工具来支持他。我们都很清楚不管是台币、人民币，还是马币，还是港币，还是美金，你随便做一套系统，基本上都占用到了公司的一部分的小资金了。我们不敢说大资金，因为每个企业的发展不一样。大公司可能对这几万块钱就是个小资金，但是对于小企业而言呢，各位，对于一些我一个月只做10万的业绩的，我一个月的利润只有几千块钱，甚至只有1万2万的，你让我再花几万，那我这2个月的利润都没了吧？企业愿意去干这个事儿吗？这就是大型企业跟中小企业最大的一个工具使用差上的区别。大型企业不断的在成长，大型企业用了系统以后，用了工具以后，不断的节省人工成本，节省时间成本，节省事件发生的成本，快速的判断所有的事物以后，它的发展能力是不是比我们中小企业要来强的特别的多？所以系统支持是必备的一个过程。那既然我们今天讲到这个系统支持，我们就要用最强的系统、最好的工具，匹配中小型企业使用的这些系统工具，用最低的成本来帮助每一个企业，这个才叫能够成为企业后盾嘛，好吧？第二个，不断的通过我们的公开课程、内训课程、培训课程、诊断课程，来帮助每一个企业家，帮助每一个企业的每一个高管、每一个不同岗位的人，来帮助他们在学识上面、在能力上面的成长。要不要？要。当你整个基础都罗列完毕、诊断完毕，开始治病的时候，是不是要引入 ISO 不管是哪个版本，9001也好，20001也好，20081也好，不管是哪个版本，是不是也要慢慢的帮助我们的中小型企业怎么样去成长，纳入国际的这一些认证体系当中，让企业本身能够去成长。这个才叫做真正的能力武装嘛，是不是？包含给他机会上台去讲话，包含给他跟大型企业同等的资格，上到大型的舞台，几千人的舞台，大型的会议当中，大型的路演场地当中，让我们的 boss 也能上台去讲话，也能够去做路演，也能够有机会让别人看到他，对吧？中小型企业、大型企业的唯一区别不是这样吗？是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要给予这一些
加入我们的这一些企业能够怎么样帮助他们去进行能力上的武装。第三个，当他能够武装自己以后，表示这个企业已经合规化了包含它的很多东西都合乎机制的，它的这个所有的权属、整个股权结构、整个资产结构都已经很清晰、很明了的时候，这个时候可不可以帮助他去进行通证交易啊？可不可以帮助他去包装成通证呢？能不能帮助他在未来甚至通过通证来跳板到纳斯达克、到香港交易所、到马来西亚交易所、到台湾交易所，可不可以？当然可以啊，但前提是你要具备什么标准门槛的能力，标准门槛的资格这个就是我们要做的业务我们要帮助所有的企业，除了成为它最强的后盾的同时，我们要让它变成一个合格的。开个玩笑说吧，过去我们在融资好了，我们就讲一个中小型企业经常会碰到的一个问题，就是融资问题嘛，没钱要融资对不对？那这融资就会碰到一个问题你先做尽职调查做财务审核，再来做你的资产评估，再来做什么什么什么一系列东西，结果呢，你这个月要用的钱，结果呢评估半年了，你合格了，嗝屁了，那时候大部分都嗝屁了，有的不用了，我用不到钱了，我已经自己撑过来了，是不是很多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我们今天要做的事情是要让所有的企业家有一个概念，叫做未雨绸缪。为什么要未雨绸缪啊？就当我现在可能还不需要融资的时候，或者当我现在可能还不需要去对接一些交易平台的时候，我已经让自身的一些匹配已经完全合乎整个这个规范了。包含我们最近在沟通了很多上市公司以及基金公司，还有一些投融资机构，跟教授在沟通一些关于这个项目上的评审的一些问题，包含在过几天教授马上要飞香港去再度的去沟通这些上市公司跟投融资机构。教授只给他们带来一个概念，他们都非常满意非常开心，而且并且在期待什么？我告诉所有的上市公司老板，我说 boss 们，你们听好了，等我的 LinkPass 启动以后，你们会发现我的 LinkPass 的整个系统当中有无数个，可能从开始的几十个、几百个、几千个、几万个，甚至几十万个企业当中，每一个都是经过律师的尽职调查，经过财会师的财务申报，经过评估师的资产评估，经过资产公司的管理，经过什么什么什么一系列全套的资格都是符合标准的放到你面前来，你来不来我这里？因为对于上市公司以及一些投融资机构包含基金公司他们在找项目、投资项目，它都需要大量的成本他可能找100个项目，结果评估完的花了100个评价费用，花了100个尽职调查费用，最后只选了一个，他是不是浪费99个？但对于他们的业务形态来讲，一个都已经足以打遍这些成本了。可是今天如果我们100%帮他降低这所有的成本，你说这些机构要不要跟我们合作？这些上市机构、基金公司机构、投融资机构跟我们合作以后，我们的所有的这些企业的机会会不会大于在外面你随便去瞎猫碰死耗子要强得多了？对吧？而且很多帮你找资金的、帮你找融资的这些人，你们都上当受骗，占80%以上。我今天可以公开讲这个话某某企业你要找融资可以那你把资料报过来，这是他的第一步OK， 你上钩了。第二步呢？好了，现在我们从书面上面审查你的资料是完全符合条件的，但是你现在需要找一个律师的这个尽职调查机构，我们帮你指定好了，你去找他吧。第二步你又咬饵了接下来你们都比我清楚了，我就不要再讲太多了，好不好？好，我们刚刚讲到了这个企业后盾的3个步骤先来看看第一个步骤吧。在对于整个系统支持层面上，对于国际商学院来讲，国际商学院拥有这么多的著作权，拥有这么多的专利，这些东西到现在为止，教授要告诉你，全部 support 给我们所有的企业全部 support 给我们的企业，只有这个吗？还有这些都是不重复的，我跟你说都是不重复的全部都是不重复的，好不好？包含未来我们每一个企业加入了我们的会员以后，每一个人都能够得到这样的一个演示系统
哦，今天我就不做演示了吧，好吧？这个 VR 你们空了自己去看一看吧，反正官网上都有，自己去看一看。我们以后的所有的会员都已经不再用传统那种网页了，太 low 了。我经常在开玩笑讲说，你拿一个名片给人家，哎，不好意思，这是我的名片，我们认识一下好吗？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太 low 了。你拿着名片回来，像昨天我一个朋友到展会去，啊，我一个学员他到展会去弄了一大堆的名片回来，教授，你看我弄了好多名片，那我心里就在想，你是不是要一个一个 key in， 一个一个记录，一个一个打电话？你给对方发邮件要 key in 你邮箱地址吧，那最基本的呀。你给对方打电话，给对方打 WhatsApp 好了，你是不是要去输入他的号码？要不要？未来在我们的体系当中完全不需要，真的。点进去什么平面的这些图，网站也看不到，进去直接就是 3D VR，720度的 VR， 不是360的环境啊！搞清楚我们的系统的能力。打电话一个按钮，开会一个按钮，买商品一个按钮。下订单一个按钮，就这么简单的道理。空了去看看其他的课程，里面有专门介绍 VR 的部分，在我们官网上可以找到这个课程，好吧？不浪费大家时间。我们的 VR 做完以后，一键可以分享，你想发到这个微信就发微信，想发 QQ 空间发 QQ 空间，想发那个 VK 发 VK， 想发赖发赖。哦，对不起，这里又打错字了，赶紧改一下哈。所以你会发现，所有的东西在这里来讲，基本上是不是完全符合了？对吧？是不是完全符合了？各位，这不是很简单的事情吗？给到企业用的东西有多么的简单，你自己看看好了。包括我们国外的人士最经常用的 Message 小飞机啊 ，Lincoln， 包含这个推特、脸书，有没有看到？随便转发你要的资讯嘛，还像以前一个一个去弄啊，你这个你太浪费时间成本了。好，刚才系统讲完了，我们讲过要帮助所有的企业去武装自己的能力吧。啊，我们会不定期有这样的活动，大大小小的活动，让企业家、让所有的高管们可以学习的同时，也可以进行一些品牌的展示路演啊，都可以。包含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在线。有一些课程企业的一些内训包含一些公开课程包含一些公开路演活动都会有这些都会有。你现在看到都是我们的历史的照片，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照片，都有教授胖胖的样子在上面好吧？好，这个都是我们所有的 member 过去教授的学员，因为过去教授没有做这个事业吧但是这些都是教授过去的学员企业家。你看，在我们不同的活动当中去演讲，对吧？这才叫真正的能力武装嘛！公开的课程培训、线上的课程培训、投融资的辅导对接、企业的线上展示、企业的诊断辅导、企业的全球参访，这些才算作是我们的什么能力武装嘛？那虚的东西不要讲了，对吧？那教授的节目赵世杰大家都很清楚的吧？对于教授的这个名人实录当中，这个都是我们过去拍的东西，不相信大家可以去 YouTube 搜一下赵世界3个字就好了，不要多。所有这些专访人员、这些名人、这些专家，是不是都在教授的节目里面这些还有吗？还有，这么多年累积下来的东西越来越多，你发现每个照片都不一样，每一档节目都是不一样的，几百档已经陆陆续续的在完成，陆陆续续的，我们一直在存档。我们也欢迎你加入我们的这些企业家们，可以成为我们其中的一名被访对象，对吧？包含课程各方面，我们都会实时的放在我们的 YouTube 里面，会放在我们的 Facebook 甚至你在官网里面都能看到最新的一些视频你都可以看得到的所以关注官网，基本上什么都有，好不好？包含这个在未来所有的业务体系当中。会帮助所有的我们的企业家做一些通证的上市，因为能力武装有了嘛，系统支持有了嘛，那开始是不是你已经合格了？我们要帮助你去做通知上市的辅导、发行的管理以及资产通证的加密，包含通证流通的一些交易包含这个通证交易的一些相关的管理，都会帮助各位去完成这些事务
都会帮助大家去完成事务。当你的所有的资产能够不断的去流通滚动，这个企业才能活得很 easy、很漂亮、很舒服，对不对？那怎么合作呢？在怎么合作以前呢，我们先来了解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合作对象，好不好？我们来了解一下我们需要哪些合作对象，可以真正来跟大家一起走到一块了，好吧？好，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合作对象分为4大类。第一大类呢叫做合作机构，第二大类呢我们称之为服务机构，这是未来我们的代表在每个城市、每个国家。再来就是专家领导，再来就是服务专员我们这4大类大家先记清楚了。首先来先看一下所有的合作机构的区分，好不好？第一个呢，我们称之为资管跟审查机构。这2大类机构这6个机构是未来每一个企业在做包装、每一个企业在做评审所具备的唯一条件的6大机构。这6个机构没有给你 pass 那基本上你就不要谈了你就不符合进到我们平台上的一个资格。大家有没有发现我们的新的那个 logo 为什么是6个指纹？6个指纹，代表的就是这6个机构代表就是这个6个企业标准的 pass 机构 ，PASS pass 这6个机构，明白了吧？尽职调查、财务审计、产权的评估、财产的保险、产权的担保、资产的管理这个是这6大机构是最必备的东西，我一直在强调，好不好？好，再来，我们来看看监管机构。我们在每一个国家地区不管是归属国还是属地国的落地，我们会跟当地的国家政府或者是民间的一些相关的官方许可的机构其中包含了金融监管机构，包含市场监督部门，包含资金结算机构跟银行，我们都会有大量的合作，这是属于监管部分。简单来讲，整个通证的这个体系当中，整个通证平台是不接触任何1分钱，除了 commission 就是佣金以外，我们不接触任何1分钱。这个请大家一定要务必记住，好吧？好，再来专业机构的部分，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平台机构平台机构我们也会跟大量的不同的一些品牌的这个电子商务平台包含也会跟一些商业组织，比如说工会一些媒体包含第三方的支付公司啦以及互联网消费平台啦，以及全球各大交易所，我们都会慢慢的关联起来这些相关的合作，大量的合作，好吧？这个就属于平台机构。再来，重点来了我们要讲讲关于我们的技术机构。因为国际商学院本身有自己的 IT 极客部门，但是呢，我们只做科研，不做市场跟维护管理。所以未来如果你是技术人员的，听好了，你是技术人员或者是技术开发公司的，因为你们的开发进度肯定比较慢，或者说你的成本会比较高，没关系，只要我们发布的每一套系统，只要我们发布，我们在发布之前都会公告，只要我们发布的每一套系统都欢迎不同机构来跟我们合作，来进行维护。就好比说我们接下来可能要发布 CRM、VR 等等之类的，我们每一套系统都会对应一个技术合作机构来进行，我们会将源代码毫无保留的交给对方，然后我们会请他来做维护，大家一起来赚钱，由专业的机构来匹配更多专业的技术人员来为当地的这一些人做服务，来为当地人做服务当地企业家做就近落地的服务我们会提供精准客户给你，我们会提供定向系统营销给你，我们会将所有的数据整合以后重组给你，我们也会让你来提供整个系统维护升级部分。如果你们做不了系统维护升级，还是依然由国际商学院的 IT 部门来进行升级。你们只要做好营销，做好精准客户的把握，做好客服客户的服务就够了因为我们发现这一趟我们在吉隆坡发现了很多的技术公司有养了大量的人，但是他们对于技术的升级部分，他没有科研的部门存在，他只是一味的在按照传统方式在进行开发，这个没关系，只要你愿意跟我们合作的，我们提供系统，你提供服务就好了，你不用再养那么多 IT 人员了，你原来 IT 人员可以交给我们的，我们可以合作，我们也可以帮你培训，或者是我们会教你怎么去做一些业务的提升，我们也接受，好吧？我们还带业务给你，
只要你愿意，都欢迎保持联系，我们可以在线下沟通，好不好？这就是我们专业机构的最后一个部分，叫做技术机构，好吧？好，我们来谈谈全球的服务商体系，就是我们刚刚在最前面提到的整个另外一个大类，叫做服务商的大类，就服务机构。服务机构意指为在我们整个中心平台的代表我们中心平台在不同国家地区、城市、社区进行服务的这样一个体系的机构，我们称之为服务机构。那么也欢迎每一个符合条件的来跟我们洽谈，好吧？我就大概简单带过，就服务机构的概念是这样，只要你想在当地成为我们中心代表，欢迎你来跟我们洽谈，好吧？当然，专家成员的部分专家学者部分有这么多，甚至还有很多是教授没写到的。我们也希望这些专家学者们呢，能够跟我们一同的来为所有的企业成为他们最强而有力的后盾。当然啦，你该赚你的钱你赚，你得到了名誉我们给你当然相对的，如果有人举报投诉你不合格，或者是你的证照是假的，当然我们公告就把你剔除了。这是一个相互的合乎的过程，好不好？具体条件，专家学者们可以一一来洽谈或者是询问我们的工作人员，或者是在我们的这个官网上有 WhatsApp， 你可以点击一下来加入我们的这个官方的 WhatsApp， 好吧？那合作方式呢？这个我想是大家最为关心的地方了，对不对？大家比较关心的地方，怎么合作呢？其实合作的类型也是分为4大类。第一个呢，我们称之为所谓的服务合作。服务机构的合作会根据我们不同的label 不同的层级，比如说我们的社区服务商、城市服务商、国家服务商这3个层级都有分别不同的这个分润跟这个职能，我们放到后面再来讲。再来就是专业机构的合作，比如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律师事务所、财会师事务所评估公司、资产管理公司、保险公司等等之类的，这个我们称之为专业机构的合作。好，因为每一个资产都需要每一个资产包装成通证上市以后，需要这么多的专业机构来怎么样把关吧，需要这么多专业机构来怎么样监督实施吧。OK， 所以这个专业机构是我们大量需要合作的，只要你符合条件资格的，欢迎你来跟我们合作，好吧？好，那专家辅导合作的部分呢，又分为很多类了其中有包含尽职调查，包含这个企业上市辅导，包含企业的现在的这个陪教，我们叫做陪教就是陪着他共同走过的教练就一步一步的带着他们的这些专家教练等等之类，很多业务都存在里面，包含课程包含他们的一些专业辅导等等之类的，都属于在专家辅导合作的部分，好不好？都属于在这个合作部分。然后第4种呢，属于单一业务合作的，就是我现在还看不准这个平台未来怎么样，但是我有业务，我想介绍给这个平台，可不可以？当然我们也欢迎，当然条件也会不一样等一下我来讲这个相关的这个条件，好吧？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服务机构怎么合作首先这个国家级服务商的加入条件我就不详细说大家可以去看一下这个 PPT 这里面比较细需要完成多少人什么你自己去看一下，好吧？好，再来这个是他要具备的一些条件了好，这个是城市服务商的加入条件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这个洽谈区什么的大家都可以去看一下这是社区服务商好，然后这个是机构申报方式你们也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在前面的课程都有，大家去翻译一下好，这个是国家服务商的一些职能说明你们也可以通过 PPT 的方式自己去看一下，文字都写得很清楚了不懂你再问我，好吧？不浪费大家时间。这个是城市服务商的职能说明，大家也可以去看一下。社区的大家一样去看一下 PPT。你到我们官网注册以后呢，你就可以去下载了下载。这是专业机构跟专家的一些相关的合作然后当然我们对你的条件要求就是你要有专业许可证你要有服务条件、收费标准、监察能力等等之类的，你要提交给我们，好吧？这个就不用再说了，这个条件也不是特别难，只要你符合资格的，你真的是专家，你真的有这个专业资格我们都欢迎你来合作。
好，单一业务合作的部分你要具备2个条件第一个2种类型条件单一业务合作我要简单讲一下单一业务合作呢分为2类型，一个叫做个人代理，一个叫做机构代理。你可以是工会、商会、机构一个大的团体，我一次性来加入，我把业务给到这个平台或者说我是一个代理公司，我本来就在从事这一些业务的，但是你的首先具备条件是什么？你要有一家公司，你用公司来签约，你是要有公司具备法人资格的公司，好吧？另外一个层面叫做个人代理，就是没有企业的个人的代理团队，或者是你一个人来代理的，我们也不管你，好吧？那当然获益模式就会完全不一样等一下我来讲，好吧？好了，进入今天大家最喜欢也最想了解的环节，我怎么赚钱？要不要了解？我怎么赚钱？要不要了解？当然要来看一下。首先第一个收费标准，你要怎么分钱？以前要知道我们是怎么收费的吧，对不对？其实整个平台的收费标准只有4个类型，一个叫做长期的交易费用，比如说我们刚刚讲了那个通证在上市以后，是不是它会不断的每天有交易交易是不是有交易手续费我今天卖1万，我今天买1万，我今天卖2万，明天买1万，这个叫交易过程的额度交易手续费。你不管放在任何交易所都存在这样的一个费用的，明白吧？都存在这样的一个费用的。第二个，其他的通用费用比如说它可能有一些定制开发啦等等之类的第三个叫专家机构的费用，第4个叫企业会员费用，就最基本的费用大类讲一下，来看一下详细说明。我们刚刚讲过了，企业会员费用企业会员费呢，第一年是$1800，第2年是50%，也就是900。当然你会根据我们不同加入的时间段会不一样，因为现在是属于筹备阶段在每一个阶段的费用都是不一样。那当然等一下我会来做这个说明，这叫做企业会员的基本费用。好，第二个长期的交易费用就企业加盟以后，它后续有上市交易或者市场流通因为通证在未来的市场上会流通我在这里要讲一个故事，你就明白这个长期费用的一个优势在哪里阿里Pay大家都知道吧？阿里巴巴的支付宝，这个支付宝呢，在某一个城市在中国的某一个城市过去有一个工人他实在找不到工作，这个10几20年前的事情了。那时候刚好恰逢支付宝刚刚推出来的时候，那支付宝刚推出来，它大量的跟商家有合同有合约有这个2维码的扫码对不对？它有大量的这个工作产生，所以呢，他们就安排一种方式呢，就是给别人发便当，然后让这些工人呢去帮他们跑腿，帮他们跑这些商家去签合同。这里面有一条规则，你听好了。有一个工人他找不到工作以后，他为了吃一顿饭没办法，他也没读过书，但他看人家发便当他就过去了发那个饭盒。那问完规则以后他同意了，反正下午他也没有工作嘛，工地上也没有工作给他做嘛。好，他就领了个饭盒，然后拿了几份合约，就去找商家挨家的找别人去签合约。结果呢，这么下来以后，开始支付宝在第2年开始在进行交易以后，他发现他的账户，他的银行账户不断的在增加钱。为什么？听好了，这就是整个这个叫支付宝在过程当中，他收的手续费其实是有很小的一部分是给到谁的？给到每一个当年签下这个合约的这一些业务人员。那这个工人算不算业务人员算啦，他也很努力耶，他也没有说白吃人家的饭的，他很努力在跑。我告诉你，这么多年以来，马云阿里巴巴每次在举办支付宝的这个年度会议或表彰大会的时候，每一年都会有这个人，特别努力的一个工人，人家现在净赚这个城市让他每个月这样净赚都有最少6位数、7位数以上，不等的6位数、1位，我就不敢再虚报了具体数字大家上网去查。我讲这个故事的用意是要告诉各位，长期交易费用当中不单纯包含了通证在交易所在第2阶段交易所开放以后的交易手续费有你的份，不包含包含不是叫不包含
未来这个商品的 Link Pass 在市面上流通过程当中的交易买卖手续费，或者这个商家未来这个企业未来的所有交易手续费，只要是通过通证去发行流通的每一样东西的交易费用、交易手续费用的手续费部分，都会有你的一定比例存在，这个叫做长期交易费用。我已经在这里强调了哦，长期交易费用，好吧？好，其他我简单带过。专家机构费用指的很简单，可能我们刚刚有提到的这个律师事务所要尽职调查这个报告的费用，评估公司的报告费用或者什么什么什么，这个我们称之为专家机构费用。在这里我们重大声明，我们平台的任何成员，包含服务商、专员等等之类，只要跟我们平台有关联的平台方的每一个成员是不涉及任何专家机构费用。至于你私底下要给多少的这个佣金，让我们的人去帮你找业务，给你介绍业务，那是另当别人，跟我平台没关系啊。先跟你声明，跟我平台没有关系啊，平台不管这个事啊。你们听明白了，专家们、机构们，好不好？但这个部分，专家机构们，我承诺你们专业的费用你们拿走，我们1分钱不要。我们要的只要你公平、公开、公正的给我审查这个机构。做好你监督这个企业的职能就好了。相对的，有人举报你、投诉你你违规了，那我们依法办理，好不好？很简单的道理。再来就是其他的通用费用，我也简单带过一下。其他通用的费用呢，指的是没有列入到标准收费当中的其他费用比如就这个 VR 好了 ，VR 我们是提供系统给你，但你企业不会拍，你需要我们专员去帮你拍。这个费用要另当收费的，当然我们会有个公开定价，让你不至于吃亏，也不会特别贵我们会告诉所有的专员应该怎么收费，也会公开的。后面我会来测算一下每个地方的这个成本不一样比如说拍一个房间多少钱，制作一个房间多少钱，未来你不会上传产品的你可以请我们专员帮你上传产品，那个都是5块、10块、20块的事情，好吧？这最后我定价，现在讲不算我以后定价我会公告出来给每一个人。我的专员给你做服务，你应该付服务费用你享受服务了，你当然付人家费用嘛，对不对？这个部分的钱，我们任何一级服务商，包含我们平台都不要你的钱，这是额外的其他通用费用。当然，如果有涉及到这个系统开发定制的要改这个流程的要改这个内容的送你系统，并不代表要帮你做 update 我先跟你声明送你系统是你能够用的符合的一个标准系统。当然你想说我这边要改成美金，我这里要改成一个这个流程，我这里要改成什么，可以改，没问题，因为我们都有 soft code 嘛我们都有源代码嘛那这些东西我们会交给技术人员去改。那交给技术人员帮你改，你要不要给人家付费当然要，但是我可以跟你担保，他们的收费一定不会高于市场上任何费用。听好了一定不会高于市场上的任何费用这个我在这里教授承诺你的，好吧？好，来看一下企业挂牌的一些相关的收取费用，它的一些福利这个部分我就不再详细的说一下。唯一我要说的是这个部分机构代理部分跟个人代理部分。机构代理部分跟个人代理部分，只要是这个一次性的这种业务合作的，我们的佣金会高一部分，高于我们服务商的费用给你。你机构代理来跟我合作了一次性收取佣金 50% 给你，一次性收取佣金 50% 给你，就是第一年缴纳的费用。比如说第一年我们的标准收费是1800美金，那一个企业我们就支付给你900美金，第二年以后的费用跟你没有任何关系的，那你的这个所有的业务都会坍塌到我们的城市服务商里面去。第二年开始的所有服务的费用就由我的城市服务商来收取，跟你没有任何关系，这叫一次性的佣金，好吧？第二个个人的部分35，这为什么要有35跟50区别呢？因为人家机构机构有机构的运营成本费用，要开发票要干嘛，这些费用他要有对不对？甚至可能大部分机构底下还养了一堆个人代理，也不一定所以我把它公开，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在我们的体系当中，所有的东西都是公开透明，大家不用藏，也不用去 on the table 也不用去藏着掖着，在我这里不需要，在我们平台是很公开的，什么身份赚什么钱，做了什么服务你就赚什么钱，就这么简单的道理，好不好？
哦，这里我已经特别讲述明白了啊。机构代理跟个人代理，其他的按照表自己看这个叫 PPT 去看我们的方案。好，接着来看一下，因为这一段期间属于在筹备期段，虽然我们从2012年开始的，但是我们现在重新落地，要重新在这个规整，所以我们分为了几个阶段哈。第一个阶段是2023年的6月底，6月30日以前加入我们的，都只需要456块美金，也是差不多25%左右吧。当然，第2年开始听好了，每年的价格都是根据你加入的那个时间终身不变的。你今天在6月以前加入进来是456块美金的，是465块，是456块美金的，你的隔年开始就是除以2，这个头大哈，算一下多少钱哈，456除以2就58%，228块美金。第2年开始，你的所有年费就是228块，享受的服务跟别人一样吗？完全一模一样，不管后面有多少的升级，你都是能够享受的，好吧？好，第2阶段是到了2023年的8月，稍微回价了一点，不叫涨价，本身这个就是搂下去的，荡下去的，好吧？到了2023年的8月底，8月31日以前加入的。7月1日到8月31日以前加入就是666块美金。第2年按照333块美金缴纳，好吧？到了2023年的12月以前就是9月1号到12月31日以前，你的费用就是888块美金。到了第2年开始，每年都是444块美金。祝你事事如意。好不好？到了2024年的3月31号开始，以前不是开始，每个企业缴纳的费用，第1年是1288块美金，那么第2年开始就是缴纳644块美金，终身不变。到了2024年的4月1日开始。那恢复正常价格1800块美金，1800块美金。第2年一样，那就是900块美金，不变。当然，未来通货膨胀也好怎么样也罢，如果有增加的要干嘛呢？后面再根据测算以后公告吧。但是前面加入的永远都是这个价格不变，哪怕未来涨到10万、8万美金一个会员，你今天是456进来的，那你每年就是228，听明白了吗？感谢大家的信任，提前加入，好不好？好，这里我要特别强调一下这个尽职调查部分包含其他收费部分呢，分为2大块了分为2大块。一个是首先挂牌其实跟我们的律师的尽职调查是有相当大的一个关联关系，所以呢，对于律师而言他在企业挂牌的这个当下，还没有涉及到通证挂牌这个当下，你最高的收费不能超过200美金，这200美金都是你的。当然你要降价可以，你不能涨价，最高不能超过200美金一个客户。具体的这个实施内容、工作内容，请你参考我们其他课程，好吧？在我们其他的这个通证交易课程里面有，你去参考一下。好，接下来我要讲一个重点就我们刚刚有一个通证交易，对吧？企业合格以后才能发行它的商品，发行它的通证，对吧？这个通证的挂牌，我们是按照整个平台是按照你的发行额的2%来进行收取的。好，下面的按照相关比例来分配按照相关比例来进行分配，好吧？那其他的那个专业机构收费部分就按照你们国家的这个该属地国家的这个收取的标准费用的6折来的我跟你说一下，好吧？我们在合同里面都会备注的好，这个就不用再讲了。好，课程这些东西不用再说明了吧这个也是按照这个比例里面来的，好吧？也是按照这个比例来的。这个前面已经详细的都有做过相关的说明了吧？好，我们来看一下这张图吧。这张图大家可能会更加容易的了解，跟更加容易的熟悉吧，好不好？专家机构的收费100%都归属于专家机构，我们1分钱
不要，也请你不要贿赂我们的专员跟服务商负责人啊，我们以后会有廉政公告出来的啊，什么犯人是什么理不能收的，我们以后会有，慢慢会有哈。好，回到主题来，机构代理的佣金就是一次性的50%，机构代理的所有的业务都是一次性的50%，好吧，一次性的50%，OK。个人代理最高就是一次性给予你35%，后面的事情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但是前提，机构你要有服务商的挂钩，个人你要有机构的挂钩，好吧？这个挂钩一定要有，你不能钱收了，服务没人做不行啊，对不对？好吧？再来，我们的内部的这个结构体系专员25%，包含未来的交易手续费都是25%，包含社区服务商35%，这35%是包含了服务专员的啊，你别跟我扯啊，那这加起来都200了哦，那不行了啊。那么再来，城市底下是包含社区服务商以及这个服务专员的，是包含在这里面的，好吧？哎，我是不是写错了啊？没写错。再来，这个国家级服务商就60%，total 总的啊，总的就是60%，包含城市服务商、社区服务商，然后这个服务专员，好吧？就这4个结构，这样这张图你就能够看明白了，对不对？好，我们来试算一下，好吧？那讲了这么多，教授您在讲的口沫横飞了，给我们算一下嘛？可以，教授来做一张简易图来跟你测算一下。好，其实我们刚才有谈到其实收费部分基本上就是5大类，没有多的了，就大部分是这5大类，好吧？那我们先来看一下企业会员吧。我现在只按照服务专员来算哈，你那个服务商自己去演算就知道了哈。我就按照服务专员来算吧。我想试想一下，成为我的服务专员，3天让你跑一个企业出来难不难？3天1个就好了，不要你1天3个，3天1个难不难？我问过很多人，不难的，真的不难的。3天1个客户一点都不难的。我现在不谈批量创作，就一个一个辛苦跑吧，3天跑一个企业好了。我们来试算一下啊。一个企业的资金分配到了我们的专员手上是25%，假设3天1个企业，那就等于是1800乘以25%，等于450一个企业。那么3天1个月就有10个企业，那么450块钱美金乘以10块，10个企业等于1个月能够做4500块美金，这是头1年的头1年的每个月有4500块美金。好，第2年。养住了，只要你服务好的、维护好的，第2年120个企业等于什么？4500块美金1个月，对不对？乘以12个月等于54000美金，再除以2，因为它缴费是缴一半的嘛，对吧？它的第2年续费是一半的嘛，第2年续费50%等于27000块美金，12个月当中再除以12个月等于2250块钱美金1个月。只要你维护住就好了，再加上你每3天又努力的在增长，这个就是你的收入费用，服务商你自己去算啊，那就相当于第1年你每个月基本上能够收入在4500块美金，4500块美金现在马币多少？4500乘以4.5吧，好不好？一个月大概2万多块钱吧，你自己去算吧，好吧？那代理专员呢？代理专员稍微会高一点，因为它只有一次性，它没有第2年了哈。我们再假设吧，还是按照3天1个客户来计算吧。那一个企业的佣金分配是35%，假设3天1个企业等于1800块美金，1800块美金。好，我们来放大一下1800块美金。一个企业乘以35%等于630块钱一个企业，就你做一个客户你就630块钱美金，乘以10个，3天1个嘛，1个月不就10个嘛，那就是6300块美金1个月。还有没有后续？没有了，你就是拿一次性的啊。代理机构，你更 easy 了，好吧？我们来看一下啊，代理机构。好，1800块美金一个企业佣金分配，我再放大一点，好吧？到时候再把它放大一点。好，来
1800块美金一样哈，我们按照3天一个企业好了，那就10个吧。好，1800块除以50%等于900一个企业，900一个企业乘以10个机构，啊，10个企业等于1个月9000美金，这是你机构应得的。当然，你底下有没有可能去养代理专员呢？底下有没有其他的 sales 啊？你自己算吧。我想教授已经跟你算得很明白了，对不对？好了，那再来谈谈，这个是代理专员讲过了，企业会员讲过，来谈谈其他跟代理没有关系的，谈谈我们的服务专员的其他收入，好不好？其他专员的服务收入，先来看这个吧，看这个通证流通吧，啊，看左下角这里啊，好，大家来看这里哈，看这个部分，服务专员这个部分啊，好。通证流通，我们根据120个企业来计算吧，好不好？每个企业的1个月的营业额大概在3万美金吧，每天1000美金，这个是很容易做到的啊。那就等于3万美金乘以1/1000，这是我们收取的流通手续费，就跟那个支付宝一样收1/1000啊。那乘以25%等于120块美金，再乘以120个企业，如果你这120个企业都能好好的维护它。并且这120个企业都用了我们的服务，用我们的 LinkPass 在进行买卖交易的话，我可以告诉各位，你1个月能够赚14400美金，你1个月就能够赚14400美金，1个月能够赚14400美金，这个公式已经给你写得很清楚了，你好好看一看，好吧？你自己好好看一看。再来看看这个通证上市部分哈。通证上市部分的发行计算，我们来算一下哈。我们刚刚讲过，我们收取的这个费用呢，是企业的什么？企业发行总额的2%是归平台的。那换算到了我们的专员手上，就是5/1000的收入。我们假设把一个通证的发行，大部分一个企业的发行通证大概都控制在100万美金左右。100万美金乘以5/1000等于5000美金。如果你辅导完成一家企业去上市了，你这个专员就有5000美金可以收入，额外的。只有这样而已吗？当然不是啊！他上市了，他要交易吧，他要买卖吧。关联企业交易手续费用，假设每个企业每家来回交易手续费为6%，来回6%，就是每交手一笔就是6%。那单一通证交易总量每天我们假设控制在10万一天好了，太容易了。来回1万，10个人来，10个来回就10万了嘛，对不对？我们讲按最低吧，一个企业每天总量是10万好了，10万交易手续费好了，交易总量好了，那30天就是300万了，对吧？我们乘以交易手续费6%，再乘以25%，你的应得等于4500块美金。等于4500块美金，你又白得了交易手续费4500块美金，你干还是不干？自己去想，我懒得跟你说。再来，其他收入，我讲个最简单的，不谈什么技术开发，这个跟你都没关系。我讲最简单的吧 ，VR 拍摄好了，定制化服务好了。他既然加入我们的会员了，我们已经给他的 VR 系统，他自己不会拍，没有设备拍怎么办？他可以要求我们派专员帮他拍嘛，教授，你给我派个人来拍嘛，给你钱吧。现在外面市场上，马来西亚起码要1-2万马币以上，一套 VR 系统，拍摄包含制作，我们收费相当低，因为我们 VR 系统本身就是赠送给他的，所以基本上忽略不计。那当然，他要拍摄，比如说我们一个房间收费可以收是现在行情，大概收费大概全部把它拍完吧，我预估不会超过500块钱马币，按最低算好了，好不好？好，那么按照最低算，我们按制作费100，按美金来算还是1美金来算，按100块美金算好了。好，如果按照工作量的话，一个专员如果熟悉一点的话，一天做4-5家没什么太问题。不熟悉的，我们按最笨的一家来做吧，最少一家来做吧。2天做一家好了，也不要每天做好了。你是不是白白的1个月又有1500块美金的收入了？就等于你有外快了嘛，对不对？明白我吗？这样解释明不明白了？这样解释已经非常非常的清晰了。这张图我会建议你们好好的去试图去研究一下。是空了就研究一下，那么你就明白，其实讲了那么多，你的收入是什么，有哪些，你自己去算吧。还有很多我没有算进去的。
但是我告诉你，作为一个普通的，不要说打工仔了，草创的创业团队你都够了。我也相信你，只要业务开始启动，你可能自己都养一个小工作组了、小团队了。甚至有一天你来跟教授讲，甚至你要来跟我们的这个服务商讲，我来做你的子服务商吧，做你的社区吧，做你的城市吧，有没有这个可能？有。这一套机制里面包含了除了你的盈利以外，它还包含了很多你的晋升机制。只要你肯干的人，我能在这里担保，只要你肯干、你肯努力的人，在这个体系下面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可能会创造出一个新的辉煌的未来给你自己。这条门路啦，你好好珍惜、好好学习的话，应该问题不太大。好啦，今天就讲到这里吧。关于整个合作方案的说明，关于整个体系的说明就讲到这里我是国际商学院的柳建龙，期待我们有任何问题，大家都可以在下方的评论区给教授留言，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加入我们的官方的商务 WhatsApp 来跟我们进行直接的交流，有任何问题给我们留言或者我们也会不定期的召开相关的这一些互动会议，大家也欢迎来加入我们。那今天课程就讲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拜拜。